出差闺蜜在我家借住，1个月后，我们俩都怀孕了。我肚子里期盼多年的爱情结晶，瞬间成了一个笑话。为了孩子，我设下鸿门宴，是要硬扛到底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叫张小兰，今年28岁，是一名小学老师。我曾经有一个温馨的家，老公温柔体贴，对我百依百顺。我们一直幻想着2人世界能成功升级3口之家。为了这个大家都心心念念的孩子，我努力喝下数不清的调养身体的苦药。为了监控排卵，更是成为医院的常客。今天晚上，我坐在马桶上，看着验孕棒上的2道杠，没有想象中的欣喜若狂，而是忍不住潸然泪下。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我将验孕棒扔进垃圾桶，毁尸灭迹，决定暂时向老公保守住这个秘密。难道是我突然不想要孩子吗？肯定不是。事情还要从我大学最好的闺蜜弥生说起。弥生是个文艺女青年，上大学时组乐队、办诗社，独自一人逃课去西藏旅游，一去就是个把月。而我一直是个乖乖女，循规蹈矩的上课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。也许我骨子里也渴望自由不羁的灵魂，于是我和弥生这2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，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希望以后我能遇上一个好男人，为他生2个孩子，组建幸福的家庭。希望以后我能去更广阔的天地看看，不囿于家庭、厨房与爱。这是毕业前夕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参加学校的放天灯许愿活动时，对着漫天烟火分别许下的愿望。至此之后，我们分道扬镳，他北上开始新的人生，而我则应父母要求留在本地，找了个小学老师的工作，继续循规蹈矩的人生。没想到毕业5年后再次见面，却成了我一生的痛苦回忆。在酒店门外，我眼睁睁看着丈夫黎辉走进了弥生早已开好的房间，而片刻之后，里面便传出了莺莺燕燕的声音。那2个交织在一起的声音，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就连语气和声调都早已印在我的心里。我捂着嘴，努力让自己不要哭喊出声，泪水顺着指缝哗哗流下。难道现在冲进去吗？质问我亲爱的丈夫为什么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开房？质问我最信任的闺蜜什么时候跟我老公勾搭在一起的？那一刻，我胆怯了。我真的做不到。我只知道，我和黎辉的爱情回不去了，和弥生的友情更是从此永世不得翻身。对，我的丈夫出轨了，对方竟然是我最好的闺蜜，而引狼入室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。小兰，我们公益组织有个活动，要到你们城市，到时候可得好好聚聚，不醉不归。1个多月前，在接到弥生电话的那一瞬间，我发自内心的高兴。毕竟5年没见，我们有太多话要说。我吩咐老公黎辉专门请假开车去机场接到风尘仆仆的他，并早早地把次卧让出来，说什么也不让我的好姐妹住酒店，你就踏踏实实在我家住着。我们不是早就约定好了吗？要是以后能有幸在一个城市，那么一定要在同一屋檐下生活。我兴奋得像个孩子，为了让弥生在我家住得更舒适，换了全套床品不说，光超市就跑了3趟。跟你住肯定没问题，就怕某人的爱人同志有意见啊。弥生打趣道。他和黎辉是第1次见，2人还透着陌生，而黎辉宠溺地摸摸我的头，得体地回答：没事，我很大方的，把宝贝老婆让给你几天，但是要记得还给我。很快，他们之间的陌生感就烟消云散了。接风宴当天，
大家都喝多了酒，黎辉发现弥生居然也是民谣爱好者，这可算是找到了知音。他们立即聊得热火朝天，从赵雷的成都到宋冬野的斑马，从马迪的南山南到叶蓓的白衣飘飘的年代，他们甚至聊到刘邦的大风歌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猛士携手四方，频频举杯，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。你们这样，我插不上话，都要吃醋了。我心里酸溜溜的，故意撒娇，哈哈，你是吃你老公的醋，还是吃我的醋啊？弥生故意打趣，还冲着黎辉使了个眼色，都吃，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。我赶紧表忠心，呵呵，你这女人，以前可是跟我说，再珍贵的东西，只要我想要，你就送给我，包括男人在内。他开玩笑一般大大咧咧地搂过我老公黎辉，将嘴凑上去，做事要亲吻。黎辉则嘻嘻哈哈往后躲着，他俩哄堂大笑，而我则内心泛起一阵难受。这难受从何而来，我也不清楚。接下来的一周，黎辉请了年假，做弥生的专职司机，美其名曰替我好好招待远道而来的小姐妹。弥生高兴地拉着他的手，连连道谢。晚上下班回家，看着黎辉和弥生两个人甜甜蜜蜜的一起在厨房做饭的场景，口中哼着喜欢的歌曲，唱到兴奋处，甚至会相互搂抱在一起，惺惺相惜。我内心的不满愈加严重，你是不是应该跟弥生注意保持距离？毕竟男女有别，忍无可忍。我发微信给黎辉，没想到对方表现得很委屈，要不是看在她是你好姐妹的份上，我还请假当专职司机，怎么可能？小兰，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！我一下被人堵住了嘴，只好作罢。心想，反正弥生只待一周，忍忍算了。女人的第六感总是最准的。短短一周时间，我能感到我老公内心的变化。弥生看他的眼神也是愈加温柔，充满欣赏。我倒像是个第三者，插足在他们中间，里外不是人。亲爱的，相聚时间太短暂，我要回去了。终于盼到离别的时刻，黎辉不顾我的反对，强烈要求要去当司机。在候机大厅，弥生搂着我的肩膀，告诉我以后会多回来看我的。我内心翻了个白眼，心想我们还是少见面为妙。而转身，他居然给了黎辉一个大大的熊抱，不顾机场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仿佛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等我回去，给你寄我收集的民谣唱片，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大理，去听郝云的《去大理》。在转身进安检门的刹那，我看见弥生眼角似乎有泪，这下我更断定他和我老公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日子恢复了寻常，我和老公不再提起弥生这个人，我更积极的备孕，甚至用上了针灸等更痛苦的手段，迫切希望肚子赶紧有动静。我太盼望与黎辉能开花结果了。然而意外总是不期而遇，平静日子没过多久，一天下班，黎辉兴高采烈的又是理发又是买新香水，甚至将压箱底的西装都翻了出来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情况。趁他洗澡，我翻看了他的手机，结果令我大跌眼镜。我下周到你的隔壁市出差，你过来，我带你去见几个民谣圈的朋友。发信息的人是弥生。我猛在原地5分钟都没醒过神，因为这次弥生要来的消息并没有告诉我，而我的老公黎辉很显然也不打算告诉我。他们就准备这样瞒着我见面吗？除了一起研究民谣，还会研究些别的吗？谁都不知道。我默默开始了一场婚姻保卫战。我把家中许久没用的平板电脑找了出来，上面会同步黎辉的微信和相册。
随后悄悄等待着事态进一步发展。尽管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，可当看到弥生邀约黎辉到林氏游玩2天，晚上一起过夜的消息后，我还是感到无比的窒息。没想到千防万防闺蜜难防，我就这样栽在了最爱的2个人手中。在获取具体的开房信息后，我跟踪黎辉到这家酒店，坐在出租车后座上，心在不停滴血，眼泪更是不停地流。大妹子，你来捉奸了，别伤心。大姨告诉你，面对狗男女，千万别手软，先录像后报警，可别便宜了他们。开出租车的大姨像是个过来人，她语重心长地向我传授捉奸经验。可是，在冲进房间前的一刹那，我还是怂了。一个是10多年的青春记忆，一个是5年的婚姻伴侣，我怎么下得去手？我失魂落魄地从林氏回来，一个热水澡后昏昏沉沉睡去。醒来后，世界一片寂静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这个月的好朋友已经推迟1周。我灵光一闪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验孕棒，2条杠。在我发现老公出轨闺蜜的同一天出现，我痛恨命运如此安排，让大喜和大悲同时出现，让我内心备受煎熬。是坐以待毙，还是奋起反击？我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而就在我纠结的时候，一通电话却将我拉回了必须做出决断的紧张时刻。弥生怀孕了。来电的是我们宿舍的女同学，我和弥生的共同好友。她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，给我带来这个爆炸式消息时，什么？我感到万分震惊，同时一阵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这个孩子会不会，如果像我猜测那样，真是黎辉的孩子，那么早在之前他们第1次见面就已经发生了苟且之事。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孩子父亲是谁？我大脑飞速运转，计算着时间。此时反而冷静了不少。他不肯细讲，只说是一个民谣发烧友、红颜知己的孩子，留不留下还不一定呢。接下来舍友如何八卦，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我脑海中只有一个问题：如果黎辉知道我和弥生同时怀孕了，他会舍弃谁？为了孩子，我必须振作起来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先发制人，才能确保有足够的胜算。听黎辉说，你来林氏了，怎么不跟我说呢？这次还是老样子，不醉不归。我装作云淡风轻地将电话打给弥生，对方显然愣了一下，然后含糊其辞地答应了。3天后，我在家设下鸿门宴，平静地等待着那对野鸳鸯赴约。开场3杯酒，我冷眼看他们客套着，装作不熟悉的样子，内心隐隐作呕。酒店里早就坦诚相见的2个人，何必故作姿态？今天趁着我最爱的老公和闺蜜都在，我想宣布一个好消息。我举起酒杯，满脸堆笑。我怀孕了，老公，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我一饮而尽，不敢看眼前2人的表情。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你怎么还喝酒呢？黎辉的反应还算正常，他忙着将我的红酒换成了橙汁，又拿来抱枕让我靠着，而弥生的脸色则耐人寻味。哈哈，也不怪黎辉紧张，我这孩子来之不易，光是看中医就看了4个，吃下的苦药数不胜数。为了通经脉，我去扎银针，扎得身上像个刺猬。我边说着，边观察2人的神色。黎辉显然开始进入爸爸的角色，也絮絮叨叨地聊到我们曾经想过的给孩子取什么样的名字，以及对于生男生女的猜测。话题聊到孩子，黎辉喋喋不休，毕竟他盼望这个孩子也已经很多年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主动权最终还是回到了我的手中。时间不早了，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，
肯定有很多话要说，很多感觉要分享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我订了酒店，先走了。说完，弥生拉着行李箱直接出了门。我和黎辉谁都没有挽留。9个月后，当我的孩子出生之时，我收到了弥生远赴南非当野生动物志愿者的消息。我知道你知道一些事情，只是没有开口怪我。出发之前，他给我发来微信：放心，麻烦我解决了。这次我跑得远远的，永远不会再回来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我没有回复任何一个字，只发了一张我儿子的照片。这个孩子像极了黎辉，阳光下露出浅浅的笑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